这发布在 Discord 透露了5张关于新部分的预告图。Hey guys，Peterman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距离77集第一部分已经过去了2周，但仍然还没有推出发布。之所以看起来时间很久了，但实际制作剧集的时间仅有4天左右。这发布现在不是以前那样成天的为了制作而制作，渐渐的开始保持良好健康的创作节奏，适当放出了一些时间来放松自己。我想大家都能理解，如果是挤压般的创作，除了付出更多精力，也会过多的消散激情，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性创作。我想粉丝们也会更加期望这发布能够注意休息，劳逸结合。剧集可以等，但这发布只有一个。我能深刻体会到一天坐在电脑前10几20乃至更多小时的感觉，站起来好似腰杆都断了似的，一躺下老感觉到与身体的接触不良，疼痛这是不言而喻。不过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来探讨。我们先将注意力转回来，一样如老规矩一样，正式剧集出来前，我们先浅浅的讨论一波预告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哦。就在《时钟宇宙41集》首播阶段时，这发布突然在 Jump Studio 的 Discord 频道中突袭，近半小时连着在聊天中发送了5张图片。很显然，这些将是77集第2部分的预告。就像之前我们曾讲过，你永远无法知道这发布会在什么时候、什么位置发布预告图，心中没有任何规律，几乎是飘忽不定的。我们按时间顺序一张一张来看。首先是一位呆滞的战士，从其 BOT 水箱和 X 形状的机翼来看，大致外观极大可能与上集的天文杂兵类似，不过也有着一些差异。首先是除了脖颈上一致的装置外，头部后方还有着不知道啥东西固定着，这是个不同点。对比之前同类型的单位是没有的。头盔肯定是隐藏或是还没有安装，当然也不排除是隐藏了或是多余的显示了，导致部分位置的模型看起来违和。至少我看不出来这是个啥。下面是鲨鱼头，因为对比之前的天文杂兵脖子仅有一个圆形的装置，所以很怪，这个放在一边。除了这个位置的差异外，它的2侧炮管也有些许可疑。还是拿上集的天文杂兵对比，因为它们的相似度高一些，可以看到它2侧的炮管抬高了，其炮管的下方还有着某种连接物，而天文杂兵是没有的，2根炮管层次分明。首先得出一个结论，如果不是模型还没有处理好的话，那么这可能是一个类似天文杂兵但又不是天文杂兵的单位。第二个结论便是它可能有更多的炮管，亦或是左右2侧有挡板或是机械臂。与其说对比76集的天文杂兵，对比77集第1部分即将带走拍者的战士来看，外观几乎是一致的，所以应该是这种型号的。从其呆滞的目光来看，仿佛就像即将按下 F 但又被终止了的举措，可能有人打断了他，当然也不排除他此刻遭到了某种控制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位战士也有被活捉的可能，但我想是被打断了的可能大些。第2章，乍一看一种大摄影人的感觉，不过很奇怪，它的防眩光镜片竟然扭曲了。符合这一特征的目前可能只有泰坦监控，它在70集的撞击中导致镜片扭曲，一直到失踪前也仍是如此。那么此刻佩戴的单位是泰坦监控吗？有这样的可能，但是不多。首先，其在失踪后有了不短的时间跳跃，升级换头的操作不排除这个可能，毕竟当初差点被拒了。再加上右侧有个探头，也能对上它的监控的肩部探头，不过颜色对不上，后面还有个不明的东西，整体看起来不太像泰坦监控。第2可能，这是大摄影人，右侧是一个监控人。如果其所持的镜片是泰坦监控而来，那么泰坦型号的镜片大小又对不上，这就有可能是第1部分的拍者。当时他被偷袭和撞击了几次，兴许也给干扭曲了。但从之前的创作者问答来看，这个疑似大监控的单位不是76集拿激光炮的大监控，那么也就等于不是77集第1部分的拍者，这就又导致了刚有眉目的线索直接给掐了。所以说这很难猜测。假设是的话，上部分也未展示旁边有普通的监控人；不是的话，那么有可能是新来汇合的小队，而其身后的某种东西可能是某个载具，亦或是某个厕所战车。兴许之前76集乘坐战车类似来到了这里，但这个仅为猜测。第3章是特种厕所，他现在正站在高处眺望远方，经过上部分的战斗，他可能在望风查看周遭是否还有敌人。此时的天色看起来更加暗淡了，仿佛马上又要天黑。好家伙，天还没亮起来就又要黑了。从他所站的位置来看，似乎仍然没有离开城市。难道还有人被困在城市之中？有这个可能。临近的几集基本都在展示跑路，面对强悍的天文战士追击，各地都在撤离，没道理迟迟不离开。G 小队应该也明白，但仍然没有独自走人，反而前来与联盟成员接洽。无论是战车还是监控人都重情重义，这样的原因极大可能是接应或救援。就例如76集精密大摄影人救援大监控，所以这个可能不小。第4章宛如 MVP 结算画面，简直帅爆了。监控之初与无双厕所也看向了一个方向，这突然给我一种感觉，他们站在不同的位置，看着相同的方向，可能是联盟的某个队伍来了，就类似53集那种整齐划一的行军。这里可能是个小燃情节。在之前问答中提到的第2部分可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。假设如我所想，
用在这里就尤为合适。可能联盟有反攻的趋势，但上级还在跑，下级就回合制式的反打，显然不合常理。所以这个转折究竟会是什么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想法哦。最后一张尤为劲爆，我相信大家顿时眼前一亮，难道那个男人要回来了？我想大部分人瞬间无视了起身上的其他外观，从这个监控人的黑头蓝灯来看，符合特征的便是双台监控了，但他已经在之前的剧集中没开了好几度。虽说之前这份蹦曾被问到过双台监控是否会回归的问题，但用了相较抽象的回答，或许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想，假设这是双台监控的话，这份蹦会在预告中透露吗？显然不会，相较预告完全不如留在剧中，这才能更加给粉丝们惊喜。那么这张图极大可能是来误导我们的，我个人也不认为这是双台监控。虽说他们的外观颇为相似，但双台监控已经在70级下线，这种由神秘人处置的结果，除非有很大的必要，否则不会轻易逆转。毕竟双台监控是当着联盟成员的面下线的，再者早期剧集相同特征的不是个例。不过这点我倒是希望被打脸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定位类似的新经营单位。二者间要做出区别的话很简单，比如不再使用揣子，使用先进的新科技研究的武器，这样关起头部加装了管子，佩戴了耳机，以及背部拥有背包，标准的精密武装套。这便是5张预告图的些许内容。综合来看，下集将是众神汇聚的前夕，这需要一个契机，例如某个强烈的天文单位来袭，从而顺其自然的促使泰德们的回归。这部分可能会有2分钟左右的时长，距离发布的时间或许还需要3天左右。不过这只是这份蹦的预估，不代表一定会准时发布，随时可能会因为其他原因更改计划，多一点耐心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 PC 班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